大家好，我是格西麦克，欢迎来到练习前的小讲座。都率天内院百尊。我知道各位大概还有1到2周，即将进入3天的周末闭关。我知道你们在3日闭关中将会应用都率百尊的练习。我想大略谈一下我们已经练习多次的步骤，今天稍微再谈一下。我想我是试着去记得我自己第一次进行这个练习时，以及当时老师教我的。我记得当时感觉有点奇怪，因为这是一位藏人，我应该要闭上我的双眼，并且观想他。当然，我的老师有许多关于这个仪式的画像。有一幅画像是宗喀巴大师乘着云出来，他从弥勒菩萨的心间出来。我应该要观想这一位藏人，想象着他下来了，然后我为他做这些很棒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陌生的。我觉得我跟他们描述的人没有亲近感，我不太了解藏人。最近处理了一段关于空性冥想的文本，我的伴侣问我，这个藏人是打从哪来的？你时常提到梵文，上面怎么写的？我们如何把梵文译成英文？他又说，我只是对于梵文的由来感到好奇。我必须说，我听过人说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藏人会这样告诉你，他从天上掉下来的。接着如果你上网查，你会读到原来是缅甸语，藏缅语族，但那没有什么帮助，它只有稍微传播到缅甸，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就语言上来说，它跟世界上我所知的语系都无关。它真的看起来像从其他星球来的。过去2天我待在医院，我的一位朋友正遭逢困境。过去我有些朋友曾得过严重的疾病，他们向我寻求帮助。这让我想起，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跟我很亲近，有些人没那么亲近，但是他们听过我这个人，问我问题，他们持续写信给我，想知道接下来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内心思索该如何跟他们说明。我想年纪到了以后，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将死之人身上，他们病得很重，很相信你，并向你寻求忠顾，他们会问我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会如何。我想当有个人跟你说，过去这2天我发生一些事，因此我变得很注意不同的领域。我试着跟某人解释，当他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当你思考着某人往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变得，在我心中，它变得像口袋一样，或是像口袋那样。还有其他世界，其他口袋在附近。有一点几乎像潜水艇，而舱口就在口袋之间。当你在口袋里面死去，你将通过其中一个窗口，去到我们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口袋里。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否还能很快
再见到你，因为或许这当中有100万个口袋，而你通过一个小舱口或一道门，正要前往一个不同的口袋，一个不同的实境里，然后我们可能不会再见到彼此，好像没有理由去思考只有一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很多世界，他们能够碰到彼此，就像蛋盒里面的蛋那样，但是他们是完全独立且不同的，而你将会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去，那里有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可能你现在的世界完全不一样，而你可以随时想去就去。近期有一个时常写信给我的人，他不是佛教徒，对于佛教不感兴趣，但快要过世了，他从亲戚那边得知我。这个人强壮、健康且年轻，成功的电影制作人，在他们的领域非常有名。突然间，他得到了某种可怕的胃癌，医生说他几个月内就会死去。他有美好的儿子及伴侣，太太和他都是电影制作人。他问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到哪里去。感觉有一点有趣的是，基于某种原因，他认为我能提供答案。他很专注听我说话，所以有时候我在生活中有一些人会来找我，跟我说，我患了重病，只剩下几周的生命，你能帮助我吗？他们是最棒的学生 JB 老师，对吗？因为他们真的有在听，他们真的会遵照你说的去做。所以我希望带你们进入一个情境，不知何故，我们看到这些藏文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它看似从另外一个世界掉落，就像我们拥有的一切藏语教授，突然掉在另外一个世界。接着 JB 及他的团队，今天他们在处理补助款时，我试着逼他们闯入另外一个图书馆。在蒙古里面有30万本书，我受不了这种情况，想到书在那边，明天也有可能被烧毁或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让我抓狂。我们必须快点拿到那些书。然后我想到的那些书，对我来说，他们也像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他们看起来不像这个世界的产物，他们很特别，那些书真的很特别。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它像是你尝试开一扇门到另一个世界。我必须说一些关于藏人的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与藏人共同生活25年，有些事情我蛮惊讶的。一个是，作为一个国家，跟其他国家相比，他们没什么不同。我很抱歉要这么说，但是西藏与美国、俄国、印度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和中国相比也没有差异，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异。我感到非常，该怎么说，有点失望。我当时蛮失望的。当我开始认识一般的西藏人之后，我跟他们聊天并观察他们的生活，而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有好的人，有很坏的人，也有贪心的人，也发生过战争，很糟糕，杀害，也伤害人们，跟欧洲跟美国一样。
基本上人都一样，但是他们有这一道门，可以到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这扇门为什么透过西藏而来。如果某天你必须在藏地生活，很频繁地与藏人互动，甚至在寺院，你会失望，他们真的很普通。即便是他们，也会遭遇很可悲的事情，就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但是那里有道门，他们学过该如何打开。对我来说，我们在讨论宗喀巴，即便宗喀巴这个名字，当我一开始听到宗喀巴的时候，非常不舒服。我的反应是，他们甚至连这个人的名字该怎么拼都没有共识，对吧，约翰？每个人的拼法都不一样，全世界哪有人的名字是以 TZ 开头的？有够奇怪。身为菜鸟，这个名字也实在有够难记，而且他们为什么不叫他约翰或好记一点的名字，就只是宗喀巴？当我刚听到时，只觉得这名字奇怪又陌生，感觉有点距离，好像我永远不可能跟这个人很亲近。我也不觉得对他们感兴趣。我的老师很坚持，我应该尝试认识宗喀巴，并且研究宗喀巴，读他的书。我尝试与宗喀巴建立交情。未来3天你也会尝试这件事情，你尝试与宗喀巴建立交情。我只想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俄国、中国，不管从哪里来，墨西哥。奇怪的是，有个叫宗喀巴的人，穿着奇怪的衣服，要认同他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文化并没有这个，这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当时我为此纠结，老实说，我在这座小蒙古寺院的头几年，内心很挣扎，我不觉得特别靠近宗喀巴，感觉很陌生，而且我对他所知有限。我听到的都是他写了很多书，这些书既复杂又艰深，我毫无兴趣。但是这个练习的重点在于，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关于宗喀巴的故事。题目你有图片对吧？应该是第1章。对，这个故事不错，金刚商学院的人应该都知道。宗喀巴想要跟文殊菩萨认识，而文殊菩萨再次，那是一个外来词，一个陌生的名字，外国人。我试着去记这个名字，课堂上的西方人都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还不知道。他们都知道，我却不知道，这点让我不太舒服，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其他人会说，哦，他就是智慧之神。我说什么是智慧之神？所以宗喀巴，他是做祈祷手势，中间这位，他想跟文殊菩萨见面，他听说文殊菩萨理解空性，他非常想见他。他不像你我，宗喀巴并不是想，我想见一位上师，他能够解释文殊菩萨给我听。他不是那样想的，他想的是，如果文殊菩萨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空性源头，这真的很宗喀巴，那么我要亲自见到他。
只要告诉我他住哪里就好，然后我再去找他。我不需要你们告诉我文殊菩萨说了什么，所以他就到处去问。我很高兴你提供给我课程，我很感谢。我学到很多，但我可以直接跟文殊菩萨讲话吗？接着大家就那需要好几年的练习。他回到有人真的试过吗？那其实有点蠢。新人都会问的聪明问题，当你变成有经验的老鸟后，就不会再问。不过我认为你应该问。他说，那我可以跟他碰面吗？有个人说，有一个人遇过文殊菩萨，有这么一个人。宗喀巴说，把他的地址给我吧，我要跟他聊一聊。他们就说他没有地址。没有住址是什么意思？他在圣多纳山上某处，跟一群羊到处游荡。他没有房子，把羊放牧在山里。如果你到山里游走，可能会撞见他，有趣吧？那里有一座山，旁边有一座山，接着又另外一座山，加油啦！好吧，此人叫什么名字？乌玛巴，意思就是中道大师。他的名字就相当于中道大师，但是他是一个牧羊人。宗喀巴就说，让我尝试找到他。那张图片题目你有吗？他们放在他们应该是把它放在山上的草地。总之，宗喀巴见了乌玛巴，他说，我听说你能够直见文殊菩萨，还听说你能直接跟他对话。乌玛巴说，对啊，我只是想象他如同，我知道了，因为他可能没有牙齿，他只是一个山上的牧羊人。对，我可以直接联系，就是我。然后宗喀巴就像这样，那你介意我们确认吗？麻烦你把照片放回来，这图片就是确认的当下。宗喀巴说，听着，我会问你一些空性的问题，然后你问文殊菩萨的想法。我会问一些困难的问题，你跟文殊菩萨说，我会从你的回复来判断你是否跟文殊菩萨取得联系。我们不知道他问了什么，蛮可惜的，不然就可以拍部好电影。接着他开始发问，吴妈妈开始回答问题，她的回复很完美，答案毫无瑕疵。宗喀巴就这样，天哪，你真的可以跟文殊菩萨联系。当然之后，他写下了所有的答案，并且纳入他的一些关于空性的伟大著作当中。后来他开始有点没耐心，他说，我能否直接跟文殊菩萨对话？你能够介绍我跟文殊菩萨认识吗？我妈爸说，那是行不通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没有看见文殊菩萨的种子，你不能只是要我介绍文殊菩萨跟你认识，行不通的。他有可能就坐在你的身旁，或正在你身旁，但因为你没有种子，所以看不到他，所以并不是。我当然可以介绍，但你得创造种子，收集种子，去见到他，然后一切都会很酷，你就会见到。那真的很酷，所以我鼓励你去创造种子。接着他就帮助他创造种子，其中最大的种子就是理解与文殊菩萨相遇需要种子。就这样，能遇见文殊菩萨的最大种子就是对空性有足够的理解，去理解文殊菩萨来自于你。
所以倘若你真的想见到文殊菩萨，你可以，你只需要种下种子，最有力量的种子，就是相信你做得到。这是什么意思？$500，题目赢了$500，应该是跟静美拿$500给这位年轻人。意思是开始相信这会发生，你稍微假装这件事会发生。而宗喀巴这么做了，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我们应该讨论关于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的练习，并且尝试连结宗喀巴。重复一次，我想说的是，对我来说，我困在这个纽泽西的蒙古寺院里头，这里有一大群人讨论这个人，他的名字我无法发音，而他们试着向我证明这会拯救我的生命。我从未在普林斯顿听过他，我就像这样。你确定吗？仁波切教我，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这些就是你们冥想前所做的7到8个步骤，名为跟着念。你们知道，我想萨是收集好的新业力。So 这个字来自当你每个月受2次的时候，透过聚集大量供养，这就叫做正在受着他们，这就是 Song 就像是一直忏悔不好的行为。整个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就是去做 Subjong。一方面你要试着累积一大袋的好种子，这样意味着你要清除一大摞的坏种子。如果你新种子收集的够，清掉足够的坏种子，那通往另外一个领域的门就打开了。接着宗喀巴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亲自出现在你的生活，懂了吗？所以目的是，这个仪式是要建立连结，直接连接到宗喀巴，用他对文殊菩萨的方式。所以你们是试着要打开入口，你们知道那怎么运作，并不是宗喀巴会等着你礼貌的发问，也不是宗喀巴拒绝来到你的冥想房。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做1000次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他会在第1000次时现身，并不是那样。那感觉是当你还是新人，当你刚开始，感觉就像我必须做这个500次，或者我要来做600次。宗喀巴可能会因此而开心，就来找我。也不是这样，而是你必须打开门，让他进来。你透过这个仪式打开这扇门，透过重复这个仪式。我老实说，我当时做这个是出于对我老师的尊敬，他说要做这个练习，我不是很有兴趣，我看不到这个练习的重点。在闭关前我拖了很久，因为我并不感兴趣，我觉得那有点迷信。我当时觉得好吧，我做了，我复诵了25次，然后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只是觉得这有点假。但如果你能够
进入真正的练习。宗喀巴真的会来，他很酷，所以我知道他有个奇怪的名字。杰仁波切这名字可能好些，对吗？杰仁波切是他另外一个名字，意思就是珍贵的，大概是这样。但我想要鼓励你们去做这个练习，因为当你用一个放松的、开心而且有创意的方式去做，通往另外一个领域的门就会打开。接着它就来了，它就开始在你脑内对话，那真的很酷。所以你可以见到这些人的，而且它很不可思议。我们来聊聊宗喀巴。我们刚结束，对吗？刚编完一本关于他的书，我们撰写了一本书，约莫20年前吧。我们翻译了一本关于他生平的书，我们发行了一本很厚又很贵的书，为一座蒙古小型寺院募款。最后我们卖光了所有的书，我记得是10万美金。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寺院，我们又存了一笔钱去印制这本书。最近我们编辑了这本书，我们整理校对，然后做成。现在书已经卖光了，款项要拿来帮助寺庙。我们做了瓶装书，一本很大的瓶装书，便于放在咖啡桌上，即将在新年派对时发行，对吗？在新加坡的新年，我们来谈谈这本书。书里面你会读到，基本上他生平的自传就是一部写书的故事。这位上师除了写书，也做了其他事。他进行深度闭关，有一幅很美的画，画他在扣把的意思是皮质的小圆周，一艘牛皮制的船，那肯定很可怕。西藏没有桥，但他们有世界上最多的河流，最多的小溪。你不可能走8公里没遇上1-2条河，所以你会跳进这些小型单人床。它是圆的，而且有人推你过去，接着你下船，然后继续走。所以这边有一些美丽的图片，里面有他和8位亲近弟子往牙莫龙这地方去。他做了闭关，这里还有一张照片 Tim 你还有吗？应该是最后一张。当他去闭关前，他有一些健康状况，我想这蛮鼓舞人心的。宗喀巴有健康状况，他背部很不舒服，他一生都有背痛的问题，这让他很难进行冥想，闭关也不容易。这边他与他的瑜伽老师见面，他正在给大师供养曼陀罗。我想这对你的闭关很重要。当你在做3天闭关或3年闭关，我跟康妮练瑜伽挺好玩的。他是瑜伽研究学院的总监，还有约翰布雷迪。我们每天都一起练瑜伽，那是非常好的练习。若你打算做这3天的闭关，很鼓励你仿效宗喀巴大师的做法。照顾好你的健康，你必须有一副肉身，才能修习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而要联系上宗喀巴大师，就必须有一副健康的肉身，因此你必须顾好你的身体，而且你的肉身只有一副，因此每天做点体能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也要小心饮食，并且有足够的睡眠，那会帮助你打开那扇门。你也会看见很多其他画像里，宗喀巴大师在做各种事情，但主要他在做的是写书和读书。我想跟你们分享一本我最近在翻译的书，当中的一个故事，我在一个叫综合坚果的译者团队里，而我们决定要尝试翻译，也许是全世界最重要的20本佛教古经典。我募集了10位傻子，包含沉思，西班牙叫做什么来着 ？logo。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翻译佛教里最伟大的20本经典吧。有部分的综合坚果成员在藏文翻译上是毫无经验的，就像沉思经验指示里，他一个藏文字都不懂。我就说，反正先开始吧。这5年以来，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努力。我们大概有10位译者，每位各有一本很难的经典要翻译，他们都很挣扎。我真的又惊讶又感恩，目前还没有人退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往的记录明明不太好，大部分以前跟我学翻译的人都跑了。但这10个人当中，目前还没有人跑掉，也意味着我有极度繁重的工作，几百小时的工时，光是教课和备课，我就需要工作500-600个小时，是极度繁重的。认识我的人都问我，格西老师，能否请你做这个？能否开个会？可否跟你谈10分钟？可否跟你喝个咖啡？你能否来我家？最近有个住在圣多纳的人跟我说，我见陈堂跟周小平都比见你多，格西老师，他们可住在中国呢。我就觉得很抱歉，但我真的很忙，工作量极度繁重。但问题在于，把整天都花在经典上，是否一种好的灵性修行呢？似乎宗喀巴大师把整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经典上，并没有怎么见其他人，也没有什么社交，或看看人们实际的生活，把整天都花在经典上，是很不自然的事情，而且也太过于技术性。格西老师啊，如果也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能见到宗喀巴大师，如果我要读综合坚果吐出来，那几千页的内容，那是很不切实际的，太学术性了。我认为，作为到达其他世界的方法，这是很了不起的。我知道很少人会这么说。我也知道那些经典很难读懂，他们是真的很难。但我想说，这是我们的传承，这是宗喀巴大师的修习法，让自己每天花几个小时埋首在那些经典里奋斗，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是很难的。是辛苦的，坐在那是很辛苦的。经典很难读，要用很多个小时去读那些你不懂的内容，是让人很挫折的。感觉可能像在尝试阅读外文，而你就是读不懂一些你不懂的外文，例如法文。我下定3次决心要学法文或中文，
但就是很挫折，而且内容读起来似乎既不神秘也不甜美，就是 rasa 似乎没什么味道。但我想解释一下会发生什么，而我认为也会发生在宗喀巴大师身上。如果你去读他的生平故事，透过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我们尝试祈请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冥想室里。这个人花了很多年，深入埋首在约翰·布雷迪拯救回来的古经典中，而因此找到了一扇门，创造了一道门去见到那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叫什么来着政治架构，是很不济的，是低于平均值的。很抱歉，作为一个国家，它是无法运作的。在西藏的运作里，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里有人在研究这些概念，在这些伟大经典里挣扎，日复一日，而那些业力就让他们打开了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懂吗？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帮助了他们，而我们也可以。当你修习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你真正在做的是尝试打开一扇门，然后你就会见到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不可思议的人们。他们不像我们，与他们共处甚至会让我们不自在，因为他们美好到让我们有挫折感。你会觉得跟他们坐在一起的自己像个白痴。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去学这个修习法。我知道它很陌生，它不是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甚至当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很难念。但撇开浪漫主义和叫什么来着，感性，你是可以打开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门，而那些喜马拉雅、香格里拉，他们真的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再说一次，我并不是受到作为国家的西藏所吸引，它就是个普通的国家而已，跟任何你去过的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但那里有通道，而若你修习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就可以打开那个通道。我个人不会，我已经带你们走过很多遍宗喀巴大师兜率天上师瑜伽法的次第了，所以我今天想讲点别的，那些你们可以自己做了，你也不需要我跟你解释。你供养的花哪朵是蓝的，哪朵是红的，那些你都会做了。我想来讲一个经历，我一直在翻译，我在帮忙准备一本书，是乌帕拉尊者翻译的，他过去大约5年都在翻译这本书。你们也有很多人上过那堂课，那是很艰难的，那本经典很难读，它本该是一本空性冥想的经典，我们就在翻译它。
你们也有很多人来上过课。我们大概每半页就要花1个小时，也读懂不了多少。我懂那些词可以解释给你，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然后他完成了他的书，而我就需要稍微修改、翻译、润稿。我的工作很美好，就是我要顺一遍，整篇翻译我要实际，连贯起5年的课，把它变成美丽的顺流，那是我的工作。于是我就开始，然后我就被吓呆了。我开始看见一个格局。我教这本经典给他教了5年，从未看出这格局。现在我必须把整篇摊开来看，我就觉得天哪，这是25个空性冥想，他们都很震撼，就是震撼。不是只有1-2个空性的证明，是25个，一个接一个，而且都很深，非常深。而且你不能，如果你不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是不会懂的。一与多，事物不是单一，以及事物不是多于一。事物不是单一，以及事物不是多于一。真的吗？为什么？因为它们各有部分。事物不是单一，世界上没有事物是单一事物，而世界上没有事物是多于一个事物，因为它们都有部分，每样事物都有部分。然后就是诸如此类，是很长很长的，天哪，25个证明。而在它的底下还有另一个串流，就是串通4大学派。所以有时候你会在不同学派中学到同样的论点，它重复了1与多的论点3遍，但来自不同学派，就是很让人不可置信。然后突然间你就发现，天哪，我懂了，我终于懂了。然后他说，等等，让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就觉得好了，我知道了，我有25个空性的证明在脑袋里，我懂了。我刚刚才应用在太太身上，那才是他酷的地方啊！天哪，我早上才弄懂，我翻译了它，然后下午就派上用场了。当太太问我为什么不洗衣服之类的时候，我实际拿了其中一个空性的证明，并偷偷的用了，因此就打开了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我就觉得哇哦，太酷了！哦，你有部分，你要洗的衣服也有部分。他就我懂了。然后作者丘尼喇嘛，他生在宗喀巴大师时期250年后，但我觉得他就是宗喀巴大师。我觉得他就是宗喀巴大师。我们在翻译的很多本经典，陈师也知道是来自丘尼喇嘛，而他很像宗喀巴大师，但更平易近人。他就说，你喜欢那25个后，对洗衣服有帮助后，你会慢慢熟悉这些人，就像是嘿，这应付洗衣服和太太有用后，我说对啊对啊，不只有用啊，就像打开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在厕所里。那他就说，我再给你看另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列出15个错误的空性证明，稍微有缺陷的空性证明。那很酷。他说，我有一个证明给你，这个如何？等你读完之后，他就问，你喜欢这个吗？你说，我觉得看起来不错。他就说 no， 这糟透了。你就问怎么着？他就说，你看看这个小地方行不通啊。然后你就说，对耶，我都没想到，的确行不通。
在他教你25个之后，是23个正确的空性证明，来自古佛学全部4个半学派的。然后他说，我们来看一些糟糕的证明吧，来讲一些糟糕的证明。我捣乱一些地方，然后你告诉我哪里不对劲，你看了就说我看不出哪里有不对劲，然后他就带你走过15个不同的糟糕空性证明，而是你大概跟朋友讲过很多遍的，真的太棒了。而当我觉得天啊，真开心，我已经读到这本书的结尾了，可以把它寄给艾丽，准备印刷了，大家都会很高兴的。殊不知，在经典的最后，他说：“我忘记跟你说怎么对空性做冥想了。”你就想，他是要怎么样在2页内解释呢？他要怎么教？只剩下2页要怎么教冥想？然后他说，这本书已经没剩什么空间了，让我教你怎么冥想了。我就告诉你，这冥想有3个步骤。首先，你得学好这本书，你必须取得一本空性的书，必须要花时间与一位合资格的老师一起读，而你必须在那些理念中挣扎，你需要挣扎，学习正确的，也学习错误的，去挣扎为什么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挣扎为什么这个学派和那个学派以不同方式解释同一个证明，在这些事情上挣扎，这叫做 truthing， 对吗？在课堂上学习，教室时数，然后我就要你去 Samba， 那是什么？ Shintaya 之类的，我要你去沉思你所学的。对我而言，就是开车的时间，在开车的时候，Veronica 很言之凿凿，她说开车是她的冥想时间，其实是沉思时间。如果是冥想的话，就会出车祸了。她会深思熟虑一些事情，她会在车里反复思考事情，而那是很美好的一个练习。就像是我现在有这个珠宝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它是否有部分，它是不是空的，你就在车上想，你就那么做，然后他说，那你就可以对你在沉思的事情做冥想，然后当你开车到家了，就下车，然后花20分钟时间在冥想垫上，深入走进它，看能否在冥想里看见它，你在车上和在经典里学到的。然后秋玲妈妈就结束那本经典了。我感觉很挫折，我说这有点蠢啊。我们要把这本书命名为空性冥想，当中有38个空性证明，但却只有3句关于冥想，这说不太过去吧。让我们加入巴崩卡仁波切的冥想章节，在这本书的第2部分吧，就把它加进这本书。因此在书的第1部分大概200页会有空性的证明，然后就有200页关于如何冥想，关于冥想的所有细节。我说哇，就这么做吧。我们会加入巴崩卡仁波切的解释，因为反正我教过很多次，以至于我闭着眼睛都能翻译。我就说就这么办吧。于是就多了200多页，而我就想，他对冥想的阐述是建基于莲花戒大师的修习次第，而且有个美丽的图表，有个美丽的浮雕，展示所有修习次第。他们把它保留在我不应该说，无论如何我曾经偶遇这幅浮雕，并且把它复制下来，就是我有拍照，
而我研究出它的含义，把它翻译出来，我学了如何解读它。于是我说，把这图表放进书里吧，对大家来讲也会很美好。而我会翻译整个图表，所以我们就把整个图表放进书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图表来自莲花戒大师，这很有趣，因为他是印度人，是一位伟大的禅修者，伟大的空性大师，也是伟大的唯识派大师。你们也读过他的论释，我们读过他对《金刚经》的论释。他其实去过西藏，也跟一些人有过有趣的辩经体验，诸如此类。他是对于教导人们冥想很有热忱的。而他撰写了3本著名的经典，约翰也知道，他为我找到他们，叫做修习次第。你会发现他们有点重叠，也许那是他准备给金刚商学院、圣多纳国际管理学院和亚洲经典学院课程的手册，所以是在不同套装里一样的内容。还有第4个是他撰写很美妙的一篇，我就在读着那些，在选要翻译哪一篇，然后我就发现还有另一个修习次第，在古印度的丹珠尔里。我就想，不知道谁写的呢？榕树大师，正者榕树。我就说天哪，这里还有一本关于如何冥想的经典，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空性大师写的。哇，来看看吧。他的书名跟莲花戒大师3本著作一样的书名，我就觉得哇，不知道是不是莲花戒大师从榕树大师那偷来回来的呢？就像我从莲花戒大师那里偷回来，就像巴崩卡仁波切和我偷回来那样，所以我就去读它。它是一本关于修习次第非常震撼的经典，重度混合了空性的教导，和如何冥想，因此就有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学习闭关的姿势，学习关于你冥想的一切都来自巴崩卡仁波切的，然后运用图表，把图表放进你的冥想室里，每天用它来练习你的冥想，然后再读莲花戒大师的冥想经典，再来读龙树大师同名的经典，但在空性的部分会更深入，然后顺着进入丘里喇嘛的38个空性证明，但其实就是复习宗喀巴大师的内容，懂我的意思吗？因此你就有整个庞大工程的全面概观，内观与止禅各半，前半关于如何直见空性，后半关于如何进入冥想以及直观空性。现在你有200页关于内观如何直见空性，然后再有200页关于如何冥想止禅。所以可怜的贝兹，他的书就变成这样，变成这伟大而不可思议的书，是一本真正的空性冥想书，一半是关于如何理解空性，一半是关于如何冥想，也就是内观和止禅的美好联姻。内观对空性的洞见，止禅达到宁静寂静，寂静和洞见在一本书里媒合。猜猜谁以前也做过同样的事？宗喀巴大师在闭关的时候，他觉得天哪，我们应该写一本书，是50% 讲内观，50% 讲止禅的。他就写了，变成英文大概有1000页吧，他就那么写出来了。然后文殊菩萨就说，你怎么不干脆把前4波罗蜜也放进去啊？
就把它叫做道次第吧。所以他把空性的教导和指禅合并一起，然后文殊菩萨说，把这道次第的东西也加在开头吧。于是宗喀巴大师就那么做了，那就是宗喀巴大师在做的。为什么我提到这个？首先，我最近对这个很沉迷。可是第二，在修习宗喀巴大师都率天上师瑜伽法的时候运用它，尝试理解你将要做的。我们来过一遍好吗？这些是7支，对吗？第一，顶礼。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好，我们还有时间。宗喀巴大师都率天上师瑜伽法的基本架构，而我想用一个特别的咒语来进行，就是 Om Mani Padme Hum。我之后会再仔细解释。首先，如何让这个人从另一个世界穿越通道过来，是有一套仪轨的。在新约圣经里，耶稣总是在门徒出现的时候帮他们洗脚。以上师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而我们类似要做一样的事，就像在圣诞树下放饼干给圣诞老人。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在我家可是对于给圣诞老人的饼干很认真的。有一晚我出去偷看圣诞老人，然后看到我爸在吃那饼干。反正呢，首先向宗喀巴大师顶礼跪拜。我对于跪拜有点不自在。我的成长环境是基督教，而基督教其中一个规矩就是不能跪拜未经许可的物体，所以我一直对于跪拜都感到不自在。但第一步其实就只是仰慕宗喀巴大师，那就已经算顶礼跪拜了。就这样，如果你想运动一下，就真的跪吧。但真正的顶礼就只是仰慕那个人，这是让他穿越那个通道，并出现在你的冥想室里真正的方法。而且这是办得到的，这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办得到的。你能让他进来，而且会超棒。首先你要说，天哪，你太酷了，你就是超酷的。你做的所有事情，主要是你教导我们空性，以及如何冥想。你把这些从你的事件带到这个世界，实在太酷了。如果你这样仰慕它，就做到第1支了。的意思是 Chumba， 对，做一些供养。我知道传统是供养水杯和水果之类的。老实说，我从来都不太热衷于这些。我是有做啦，我做的多嘛，跟其他人做的一样好。但宗喀巴大师真正想要的是你供养你的善行。他想听你打电话给在医院的某个人，或者你在其他人离开之后，在大楼里洗碗，对吗？诺尔，还有蟑螂跑来跑去，那才是宗喀巴大师真正想要的供养。我的邻居激怒了我，我走出去跟他说话，问候他的家人，说我很欣赏他的车位，有贴花的新卡车。那是一辆很棒的卡车，我做到了好吗？就是这一类的事，这才是宗喀巴大师想要的供养。但没有关系，如果你在冥想，
在3天的闭关期间，准备些水果、甜甜圈之类的东西，供养出去，那很不错，那是很好的。我的老师会花2-3个小时在杂货店里检查各种饼干，一整排，每一种饼干，然后他会决定一种，并且小心翼翼地站在那里半个小时，透过塑胶袋尝试去看里面是否有饼干碎片，因为供养碎饼干给宗喀巴大师是不恰当的。他们应该是完美的，这很好，但也不要忘了，宗喀巴大师真正喜欢的供养是一些小的，比如说你在大学的大楼里洗碗，在其他人把这活丢给你，先回家了以后，你试着抱着小孩用一只手洗碗，就像那是很好的瑜伽，你不必有哑铃。接着忏悔你犯过的错误，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犯任何错误，那证明你没有在冥想，因为你整天都会犯错，你一生都在重复犯错。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以告诉你68岁，你每年都会重复犯相同的错误，一遍又一遍。如果你想不出任何错误告诉宗喀巴大师，那么你就达到了真正的无脑冥想。所以讲述你做过的事情，那些你并不骄傲的事，并送走他。他喜欢和会承认自己犯错的人交谈。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假装你是完美的人，好吧，但是当你死的时候会一团糟。所以请诚实面对真正的你，告诉宗喀巴大师你所有的错误。通常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第2糟糕的错误，我们隐藏第1糟糕的错误，但是面对宗喀巴大师，你可以告诉他最糟糕的那个是什么？随喜，为他人开心。世界上有那么多好事，有新闻媒体谈论着人们所做的好事，你必须努力去寻找他们。他们不是很出名，他们不是很受欢迎，但是在网络上有新闻频道如实的报道着人们不是太伟大的善行，只是一般人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或为他人做的好事。你必须努力去找到这些新闻。各大新闻机构感兴趣的只有丑闻、麻烦和战争，而且很不平衡。有几百万人整天做着好事，所以享受吧。找一家那样的新闻机构。我从我的大学那里拿到这本愚蠢的杂志，里面夸耀所有的学生和教授，读起来真好。这个刚刚发现病毒是如何在上面长出肿块的，如何把它取下来，并且阻止病毒，而这家伙只是这位秘书在普林斯顿的麦克林府待了34年，刚刚去世了。他每一天都为人们煮咖啡，这些美好的小事，随喜为别人正在做的事情而高兴。然后那是之后发生什么？祈请，是的，祈请教导，请他教导你。这并不意味着宗喀巴大师将穿越他的传送门开始和你说话。他可能会送你一本综合坚果的书，然后说，我希望你打开它。我做了很多线上教学，我一直在教一些很深很深的书，
我有一些学生喜欢那样，他们非常勇敢，他们很不寻常。我说我可以教你一些不容易的，而你可能不会理解的东西吗？他们就说好吧，继续吧，格西老师。然后我就说听着，当你学习时，当你试着阅读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时，它对你的影响比听让你觉得舒服的东西来得更大。那些你听起来不舒服的东西，因为你不理解它们，对你的意识有非常强大的影响。那些你知道的和熟悉的东西，再听一遍并不是很有帮助。所以我有一群小群学生，我说我能不能教你一些你3年内都不会懂的东西？他们就说好的，继续吧，格西老师。他们真的很努力，而且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尝试。当你尝试时，它改变了你的大脑，它改变了你的智能，灵性智能，它改变了。但只是一直继续做同样你听过的事情，那改变不大。在精神上挣扎着理解新的想法，对你的意识是非常强大的。我只是说，尝试大约6个月，读些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东西，只是努力、努力、努力，那将改变你的整个存在。远比阅读你已经熟悉的东西来得大得多。总之，你祈请教导，别忘了最强大的事情。当你祈请教导，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麻烦的人来教你，伤害你的人比帮助你的人教会你更多。很抱歉，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祈请教导时，注意你的请求，因为你可能会见到一大堆令人恼火的人出现，那是种祝福。我知道你不相信，但这是真的。当你不得不与某个人对抗时，你前进了，你变得更进步了。如果你只是舒服的和你认识的人在一起，你没有太大的改变，好吧？下一个是什么？是的，祈请注释。一直都有人跟我说，哦，请注释。我就想，是的，我希望我也想留下来。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悲剧，接近智慧而又失去它。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接近能够做一次大闭关，却又失去它，是很可怕的。我不认为有什么比这更悲惨。我和这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谈过，他一直写给我发邮件，我从未当面见过他，我从没见过他本人。他刚得了癌症，他说好吧，我会做化疗。他们说别费心了，他就想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吗？他们说回家去等死吧，不要占用医院的空间。你的妻子可以尽可能维持你的舒适。这是布兰顿鸡尾酒，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称那什么东西？就像海洛因，就像纯的海洛因。他们说拿去，当情况变糟时，当它侵入你的骨头时，用这个，然后你就会死了。说任何你想对家人说的话，因为在那之后你将无法说话，你只会是个植物人，但至少你活着。因此它发生了，事情改变了，你失去了机会。当你有机会进行3天的闭关时，看在老天的份上，做一次好的闭关，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做吧，做一次闭关。最后一个是什么？是的，回向好业力。
像是把它送给别人一样，我不免想到脑海中火供的画面。当我们做火供时，像在钻石山，当烟雾飘向天空时，风把它吹走，我总是想象，迟早它会碰触到每个人。那是个小小的污染，或早或晚，火供期间，火供的小粒子将触及众生。想象好的业力像这样被送出去，就这些。我要说的是多多努力，尤其是学习。还有一件事，莲花戒大师在冥想的阶段中，他匆匆提到实际的阶段9个冥想层级，以及5个对峙的方法，8个对峙方法和5个问题。他快速的带过，我就在等他。我以为他的书有点长，我想他会给出一些细节，并没有。他匆匆带过所有在图表的东西，然后他花了20页在讲。意思是用英文说叫做沉思。沉思指的是坐在你的冥想小屋里，对吧 Connie？ 3年3个月又3天，只是想一些东西，只是想为什么事物是空性的。别忘了莲花戒大师去了西藏，他和他的老师和其他的修行者对什么都不想的有用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甚至有一些阴谋，有人被谋杀了，事情变得火热。别忘了他曾参与在其中，他就在那里。所以他花了大约英文200页的篇幅捍卫对空性的思考。他花了大约200页来辩护，试着从书中理解空性。他说你必须，他说那不是种奢侈，也不是学术上的事，它并不无聊，也不难，而且不是技术性的，这是唯一直见空性的方法。接着他继续用英文的话来说，大约200页的英文，他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你必须努力在冥想中理解空性，然后它将变成直接的感知。那将变成直接的感知，你必须取得所有综合坚果的书，你必须努力理解它们，你必须尝试去理解38个空性的证明，你必须做这个努力。他说没有这个算了吧。他说的最后一件事讲完了，我们就可以停止了。他说在童子军时，当他们教你摩擦棍子生火时，天哪，你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天在童子军尝试做那个。它是可能的，但很困难。你可以用弓和绳子，还有碗，以及某种植物的某种类型鹈鹕，你可以做到，我做到过，但它需要花4个小时左右，火柴要容易得多。我们总是藏有火柴在口袋里。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努力几个小时，用这个愚蠢的2根棍子。然后他说，这里真的很有趣。第一件事情，把棍子扔进火里。
一旦你生起了火，把棍子丢进去，然后他就说好吧，再会咯。我们就想什么？耶，明白了。是的，你用棍子巴拉巴拉生火，然后把该死的棍子丢进火里烧了它。他的意思是，有一种非概念性、直见空性的状态，但是你到达那里的方式是通过成千上万小时的概念性思考，就像生火的棍子，然后你就可以把棍子扔进火中，它会烧起来，在直见空性的火海里。但是没有棍子你不可能成功，没有那根棍子你就不可能生火，这是非常美丽的形象，非常非常美丽的形象。顺带一提，这里他说，他用梵语说，我想是$1000，不，我不是认真的。在你比赛前向马展示路线，这源自于我之前不知道，在没有事先向马展示赛道的情况下，你不会带马出去比赛，绕着赛道骑几天，然后你才去比赛。这就像阅读关于空性的书籍，深入研究它们，然后跑你的比赛。现在我们用 Om Bami Padme Hum 做什么？非常简单。我也曾经，这整个故事是关于我曾经不相信我老师的事情。他说念这个咒语1000次，或念10000次、100000次，把你自己锁在房间里，念这个咒语。我当时想，是吧？好吧，我去做。那是我和我老师之间的事。我知道你不应该说不，你只能拖延。我会说哦，好。一旦我的工作有几周休假，我肯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并念诵Om Bami Padme Hum。它在我的待办清单上，我死前的愿望清单上。然后他去了欧洲旅行，去探望詹佩尔3级突起的老师，他去罗马看他。所以我一个人被困在房子里，我想好吧，他有一间客房，另一个比丘和我一起。他说我会做饭，如果你想练习咒语的话。我说耶，所以我去了仁波切的客房，那是我盖的。我做了2-3周的闭关，我只是做 Om Mani Padme Hum。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咒语，我不认为有很多人明白这个咒语的意思。Om 被称为 Gojai， 意思是通向咒语的门，所以燕是咒语的门。结尾的木是 Chutu， 意思是把神圣的匕首插在地上，说但愿如此。Hum 就是这个意思， Om 就像是我要开始念咒了， Hum 就像该死的，中间就是 Mani Padme。 Mani 意思是宝、宝石、珠宝。这很有趣，因为它听起来像是你用来买珠宝的 money， 钱。斑马指的是莲花，是非常重要的。斑妹，约翰会告诉你是哪种情况表示位置的。是的，在莲花里，莲花里的珠宝，因此它不只是珍宝莲花，它是莲花里的珍宝。这里指的是密宗，这里直接提到密宗。有趣的是，这是个咒语。如果你是那种相信你的灵性伴侣可能是佛陀的人，那对你非常重要。那些批评一整天在念 Om Bami Padme Hum 的人实在太有趣了。
因为它意味着拥有一位灵性伴侣太有趣了。批评佛陀遵循和教导的灵性伴侣练习的那些人说，让我们做 Om Mani Padme Hum 替代。但 Om Mani Padme Hum 的意思是，我希望遇见我的伴侣，这很有趣，这只是对我来说很有趣。总之，你可以把那个珍宝想象成爱和菩提心，你可以想象方面，如同把它插入对空性的理解中。如果可以，我喜欢称之为空性和慈悲的婚姻，或是空性和对其他人的爱的婚姻。那是波罗蜜，那是成佛。尝试将你的慈悲放进空性中，那就是 Om Mani Padme Hum。如果你对它有一点了解，我会尝试做10000次，有时候你可以试着做10万次。技术并不是愚蠢的，那是另一个迷思。技术很酷的，达到10000次很酷，达到10万次也很酷。会发生在10000次的事情，不会在9999次发生。我告诉你，所以给自己定个目标，找个念珠，尝试去做，并追踪记录。我用井字号标记1、2、3、4和1撇500次，像这样记录它，真的去算数你做了几次。这是有效的，它真的有效，相信我。我过去也觉得很愚蠢，我以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以为那是迷信，但它不是。它非常非常强大，非常美丽。所以试着念3天的咒语。你不应该仓促了事，你应该清晰的念诵，否则它不奏效，它不会那么有效。所以不要仓促了事，像这样。尝试使用左手第3根手指，那里有特殊的气，让它更强大。头几天会不太舒服，固定你的念珠在这里。好吧，最后一个故事，阿公的最后一个故事。当时我在印度的一个火车站，我和几个嬉皮朋友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些藏人冲进一个小房间，我们就说：嗨，那里发生什么事？他们说仁波切在那里，一位资深的导师，他坐在那里。我说：哇哦，这很酷，兄弟。我们能见见他吗？他们说：你可以试试看。他们说通常你得献上1份供礼。我们跑过马路，在烘焙店买了一个廉价的小蛋糕。我们冲回等候室，他在里面。而火车快来了，我们说我们有这个蛋糕，我们可以进去吗？然后我们就进去见了他。我们有了一次超凡的会面。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他没有念珠，他念了很多咒语，因此决定他不再需要念珠了，所以他整天都是这样的。那有点奇怪，我们就想他的手怎么了？他们说他在念咒语。我说他需要念珠吗？我可以去买一个。他们说不，他甚至都不想要了。所以练习你的咒语，并享受它。认真做。当你努力时，当你学习你不了解的东西时，你学到了更多。当你学习你已经理解的东西，你学到不多。好吧，我们下次见。祝你的闭关顺利，谢谢。See you guys later. Good luck on your retreat.